这是我成为裴府续贤主母的第7个年了。这7年来，我主掌中馈，操持内务，孝顺婆母，善待继子，战战兢兢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只因我家裴思年嫁得很不光彩，我以为我的费尽心力总能换来些许善待。可是近日主君有些咳疾，记得做些秋梨膏给他，还有小公子那边春寒料峭，也要多做些衣物备着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温府传来消息，说春姨娘她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回温府奔丧？不行。主君，姨娘是我的生身母亲，我已经3年没同她见面了。这次她病逝，我甚至连她最后一面够了。温时月，你要记得，你如今是裴家的当家主母，当家主母去出席一个妾室的丧事，你不要脸面，裴家还要。你要做的就是打理好内宅，孝顺好老夫人，教养好玉儿，忙的是用不着你操心。别忘了，这是你自己求来的。可当初也不是我想要嫁给你的呀。我名唤温时月，是温家的庶女。我的姨娘春小娘本是温夫人的贴身丫鬟，可母氏温老爷醉酒宠幸了她，还怀上了我。贴身丫鬟爬上了丈夫的床，任谁都不能接受，更何况温夫人善妒之秘，人尽皆知。身为我的贴身丫鬟，却敢勾引我的夫君，还怀上了孽种！你这贱婢，好大的胆子！奴婢没有勾引，是老爷醉了酒才强行拉着奴婢。夫人饶命，夫人饶命啊！他本来想要打死我娘，却因善妒之名太甚，不得已留下她，还将她抬为了姨娘。姨娘见识过温夫人对待妾室的厉害手段，故从我懂事起，她便常告知我。时月，如果想要活下去，就一定要听夫人的话，绝不可忤逆她，也绝不可越过温家嫡出的女儿。于是我乖顺藏拙，做小伏低，成了温府众多庶女中最不起眼的一个。许是见我唯唯诺诺，温夫人和嫡姐从不将我放在眼里，我也因此得以平安长大，只盼着有朝一日嫁了人，再将姨娘接出府，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。可我并不知晓，这些乖顺胆怯、做小伏低，有朝一日也能将我推入深渊。二妹妹、三妹妹，你们觉得裴郎好看吗？好看的。裴公子与大姐姐天生一对，自是好看的。小十月，你说呢？我的裴郎好看吗？十月不知，十月从未见过裴公子，并不知其样貌。裴郎来温家那么多次，你怎会没见过呢？裴公子与大姐姐自幼定亲，是大姐姐的夫君，与十月无关，所以十月从不曾抬头看他。你倒是个有分寸的。不要，大姐姐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多看裴家郎君一眼的。裴思年风神俊朗，学富五车，他与温芷兰青梅竹马，自幼定亲，许是遗传了温夫人的善妒。温芷兰将与裴思年的婚事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，她绝不允许家中的庶妹觊觎她的男人。二姐只是多看了裴思年一眼，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坠湖溺亡。从此我对裴思年更加退避三舍，温芷兰也很满意我的分寸。温芷兰如愿嫁给裴思年后，两人感情甚笃。婚后的第1年，她生了长子，却也落了病根，强撑了3年，终于病入膏肓，到了药食无医的地步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她做的孽，却为何报应在我身上？都怪我身子不争气，生了育儿后便落下了病根，一日拖着一日，还劳烦你来裴府照顾我。嫡姐莫要多想，嫡母派我来侍寝，你只安心吃药，会好起来的。不会好了。10月，大夫说我药石无医，只剩下1个月的命了。
我死不要紧，可我终究放心不下玉儿啊！他还那么小，若我孤去，郎领去心腹，心腹苛待我儿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狄姐，您多虑了。十月，几个妹妹中，我是最疼你的，你可愿加入裴府，做裴郎的续弦，帮我照顾好裴郎和玉儿？可是父亲已经为我寻了亲事。傻丫头，裴府100年的簪缨世家，你嫁给一个庶子，哪有做裴家主母的好？十月，就当狄姐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狄姐明鉴，我绝无觊觎姐夫之嫌。你既不愿，那便罢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忤逆狄姐，我以为她放过了我，却没想到一觉醒来，我赤身裸体的躺在了裴思年的床上。注定情深之人，活一生伤。我的天哪，真是不要脸！借着来府中市集之名，勾搭自己的姐夫。我呸！我们夫人还在病中，他是想气死夫人不成？姐夫，我不知道为何会在你的床榻上醒来，我真的没有勾引你。你嫡姐病重，你说要来裴府为她侍疾，我当你们姐妹情深，却原来你这般的不要脸，趁你姐姐病重，做出这等下贱之事。温世月，嫡姐对你那般的好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夫君莫要责怪妹妹，她只是太喜欢你了。我没有。闭嘴！夫君，妹妹从前便喜欢你，只因你与我有婚约，她不敢觊觎。如今我命不久矣，她也是一时情急才做了傻事。眼下她清白尽失，左右我也不过是将死之人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待我病故，便娶她做了续弦，全了她对你的情谊吧。她做出这种寡廉鲜耻之事，怎可？夫君，求你。温世月，你倒是有个好姐姐。狄姐，你明知我无心裴思念，你明知父亲已为我定下亲事，你为何还要害我？温十月，你的姨娘难道不曾告诉你不要忤逆我吗？听话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偏偏最后一次不听了？你若早答应嫁入裴府做续弦，照顾好我儿子，我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可偏偏你非要倔，别忘了，你姨娘的身契还捏在我母亲手里。若想要你姨娘有命活，就该乖乖听话才对。温十月，你一个卑贱的庶女，即便有朝一日我死了，也照样能拿捏你，懂吗？是我觊觎姐夫，对姐夫怀有不轨之心，是我自甘下贱，给姐夫下药，愧对姐姐。事已至此，求姐夫全我爱慕之心。温芷兰用我姨娘的性命威胁我无法拒绝，只好认下觊觎姐夫的荒诞罪名。裴思年看在温芷兰的面上，终于松口答应娶我。本以为只是来裴府侍疾，却不想这一生都走不出。裴思年先是将我纳为了妾室，留在裴府。温芷兰以侍疾为由，不许我服侍，期间对我多次交代。1个月后，温芷兰病故，裴思年又将我抬为了正妻续弦，没有置办喜面，没有成亲仪式。我年少时幻想了无数次的婚嫁，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。夫君，我的妻子只有芷兰一个，你唤我主君便是。他这是将我当成了总管婆子不成？是，淑君。芷兰还在丧期，府内不得见红，日后你便是裴家的当家主母，也不枉你费尽心机。温世月，我警告你，我既如你心愿娶了你，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操持内务，教养玉儿。若是动什么歪心思，我就一纸休书休了。
我起先还抱着天真念头，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，却不想。就是你气死了我娘！你滚出我家！下人们看不起我，婆婆不喜我，继子怨我，这样的日子我熬了7年。可如今姨娘死了，我不想再熬下去。晚间有阵急雨，下得很大，我没带伞。你往日不是最为殷勤，只要下雨都会驾着马车去接我，怎么今日不来？我今日在忙，忘记吩咐小厮去接你了。过来，给我更衣。秋霜，来给主君更衣。我要你亲自来。主君，我在忙。你最要紧的便是主持中馈，伺候好我。如今春寒料峭，我被雨淋湿，你不替我更衣，连碗姜汤都不曾端来。一家主母当成你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接什么。和离书，主君，我们和离吧。就因为我今日不让你回去为你姨娘奔丧，你就要同我和离？温时月，你是裴家主母，一中之妇，你给一个妾室奔丧，是在丢裴家的脸。和离了就不是裴家主母。主君，我总要送我姨娘最后一程。温时月，你当初想爬床便爬床，今日想和离就和离，你当我是什么？和离？做梦！你只配我一纸休书。夫人，老夫人说想吃你亲手做的八宝鸭，叫你做好了送去停霜居。知道了。裴思年的母亲自认温芷兰才情甚佳，与他儿子很是般配。他有多喜欢温芷兰，就有多讨厌我。我被扶正的头几年，他总是变着法儿的折磨我。有时叫我在廊下罚站，寒风凛冽，一站便是2个时辰；有时叫我手抄佛经，冰点烛火，一抄就是好几夜。10月给老夫人请安。你成为我裴府的续弦主母也有7年了，怎么做事还是这般大意？昨日大雨，也不晓得给思年送把伞。10月知错，这就去小佛堂罚跪。站住！谁要你去罚跪了？思年是你的夫君，你该多关心他，别为这一点小事就提和离，闹得府内不得安宁。瞧瞧，夫人今日还特意做了主君爱吃的八宝鸭呢，许是知错了。辛苦你了。嬷嬷误会了，这八宝鸭是老夫人想吃，并非为着主君做的。嬷嬷误会了，这八宝鸭是老夫人想吃，并非为着主君做的。你这孩子，若无其他事，10月便退下了。夫人这是做什么？因昨夜为了一个姨娘同主君闹和离，很是不该。老夫人这才想了法子给您一个台阶下，同主君缓和关系，您怎么就……嬷嬷，春姨娘是我的生母，可您如今已是裴家主母，得为着裴氏着想。您熬了7年，眼看就要熬出头了，主君心中也不是没有您，以后的日子就要好起来了，怎么这个节骨眼上犯糊涂呢？今日下职，路过珍宝阁，瞧着这只白玉簪很是配你。多谢主君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10月不敢。昨日是我思虑不周，陆姨娘毕竟是你生母，若你想去送葬，便去吧。不必了，先生温府派人来说，春姨娘昨夜便已入土。温时月，我已向你百般讨饶，你到底要闹脾气到什么时候？主君这是做什么？你承认一口一个主君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短管脖子，你心里可有我这个夫君？哼，分明是您说您只嫡写一个妻子，不许我坏你夫君，怎么如今反倒怪起我来了？裴思年，
你要做什么？如今月儿已大了，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，未免冷清。母亲老了，总该叫她子嗣绕膝，享天伦之乐。等你怀了孩子，便也不会再闹着和离。裴思念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早就生不了孩子了？像你这般心机深沉之人，本不配被封燕子嗣。日后你只需将玉儿当做你的亲生孩子，照顾好她便得，莫要歪心思。当年你说我不配为你生孩子，每每行房过后都会端上一碗低子汤，一次两次，我喝了整整7年，早就将身子喝坏了。父亲，我以为你早就断了他。裴思念，你就当发发慈悲，放过我，不行了。裴思念，你放过我不行吗？你生不了孩子我不介意，左右已经有了月儿，但和离绝不可能。温时月，当初是你爬了床，是你跪在地上求我成全你的爱慕之心，你说了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以后你若再敢同我提和离二字，我就休了你。好，休妻也行，我7年无所出，你也何该休了我？温时月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过是讲和离，怎么就成了无理取闹？从那夜过后，裴思念搬去了书房，我们半个月未见，他似乎是在躲我。月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同父亲要个孩子？你听谁说的？你不用管是谁告诉我的，你只需要回答我是与不是。温时月，你不要脸！当年你借着为我母亲事急，自甘下贱的爬上我父亲的床，将我母亲活活气死。你占了我母亲的主母之位，占了她的夫君，占了她的一切。如今你还想生个孩子来抢我的东西，你做梦！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没有人会抢走你的东西。你满意了？夫人恕罪，奴婢只是随口一言，被小公子听了去。我让你们服侍公子，不是叫你们在他耳边嚼舌根。来人，把这挑拨离间的刁奴拖下去发卖。小公子救我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！住手！温时月，她是我的奶嬷嬷，你凭什么处置她？就算她是挑拨离间，也是为着我好。更何况当初你费尽心思的嫁给我爹，胭脂你心里什么盘算？我从来都没想嫁给你父亲，是你母亲逼我。我从来都没想嫁给你父亲，是你母亲逼我。你胡说！我母亲贤良淑德，无一人不在。明明就是你自甘下贱，明明就是你贪图裴府的富贵。是你母亲心狠手辣，自私自利，是她毁了我的一生。你撒谎！你撒谎！够了！你放肆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从不想瞧？什么叫全毁了你？意思就是我不爱你，我从来没想过给你当续弦。当年温芷兰命不久矣，她怕你另娶他人会虐待裴玉，故而将我诓骗至裴府为她侍妾。她想让我给你当续弦，我拒绝了。可谁知当夜，她便给你下了药，还将昏睡的我放在你的榻上。她毁我清白，还用我姨娘的性命威胁我，逼迫我认下觊觎你的罪名。你胡说！以你的能力，还怕查不出真相吗？当年是仙夫人吩咐奴婢将那虎狼之药下在主君的茶水中。是仙夫人命老奴将温四姑娘引去楚君的卧榻，将她迷晕。仙夫人那时命不久矣，恐小公子与温四姑娘日后生了母子情，便令老奴在她死后告诉公子，是因温四姑娘爬床才气死了她。主君饶命，主君饶命啊！滚！都给我滚！
是谁笑我人如说，心如裴思念，当初父亲以为我寻了前世，我本可以穿着凤冠霞帔做原配正妻，可他温芷兰因一念之死，毁了我一辈子。你将他当作心上明月，说我这个续弦处处比不过他，但其实他妒心甚重，蛇蝎心肠。当年你来温府，二姐姐只因多看了你一眼，第二天便被他推下了湖。他会死，是他的报应。不，心怎么说？你看他，即便要我替他照顾儿子，却又要你对我厌恶之极。裴思念，你常常说我有个好姐姐，她的好不过是我多年委曲求全做小伏低换来的忽视吧。今日发觉7年月光不过了你。我盼风云万里，星汉灿烂，爱恨也消过，待尘缘片刻。其实你想要的和梨树，当年之事我已查明真相，但芷兰毕竟乃我原配发妻，连累你多年，我替她同你说声抱歉。你的道歉分文不值。石月，和离之后你可有去处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好歹也做了7年夫妻，日子过得也不错，不如相错就错，不和离，好不好？过得不错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这7年来，下人瞧不起我，婆母不喜我，继子怨我，与我每时每刻都是折磨。若非温芷兰用姨娘性命逼迫，我绝不会同你牵扯在一起。如今姨娘已死，我亦无血脉，再无人能束缚我。我同裴思年和离后，离开裴府，许是觉得愧疚。裴思年补偿了我1万两白银，我照单收下。当了7年的管家婆子，何该有些殷切？我不愿再回温家，便拿着这些钱财，在城西租了一间商铺，打算卖些绣品。温时月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我与傅兴泽的第一次相遇是在7年前，那时温芷兰已嫁入裴家，我得以喘息。一次上街，我被小偷偷了钱袋。我的钱袋子呢？不好，被偷了！你这小偷，快把钱袋子还我！什么钱袋子？我没拿。温家人欺负我，如今你也来寻我晦气，你们是不是都当我好欺负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那时傅兴泽恰好路过，我却误以为他是小偷，故而将他打了一顿。在发觉是自己认错了人后，吓得落荒而逃。谁知没过几日，他便上门提亲，说他看上了我。傅公子，得了，温时月，当小爷我没见过你那副母老虎的真面目，还不将你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收下？你就是故意的，气我打了你一顿，你别想将我娶回去报复我，折磨我。你还真就说对了，温时月，你无缘无故打了我，就得以身相许补偿。温时月，你无缘无故打了我，就得以身相许补偿我。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你别哭。不然你揍我一顿好了，别让我的婚事报复我。我以后是要嫁给一个喜欢我要喜欢的夫君的。我喜欢你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就是那顿打，你把我打爽了呗，所以才是提亲的。不过想来你应该是不喜欢我的，那我努力让你喜欢上。傅兴则说，我那日在长街上将他一顿乱揍，像只张牙舞爪的小野猫。他觉得我和别的女子很不一样，便对我一见倾心，想要娶我。后来我们在日渐相处中互生情愫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。听说你和离了？傅兴泽，当年无故悔婚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我同为庶子女，我知你并非有意悔婚，定是有难言之隐。
看来这7年你过得不好。诗月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未娶，如今你已和离，我只问你可愿再嫁我为妻？你来世今生我所有的温柔。这桌上的饭菜没一个我爱吃的，这些婆子是越发懒散了。我爱吃的梨汤也不是以前的味道了。唉，10月在时，将整个裴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如今啊，全乱了。我已经同他和离了。和离了，难道不能复婚？我听闻他在城西开了个铺子，做商户女哪有做世家主母好？这些年裴家也算薄待了他。儿啊，不然你去将他请回来，我一定不再为难他。父亲，将姨母请回来吧，之前是我错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定会同他道歉的。主君，那我试试。诗月，我知你受了很多苦，不愿再轻易将自己交给别人，但我会等你，等有朝一日你再次相信我。星泽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如今是和离妇，哪里值得你这般惦念？左右我等了7年，也不差多等几年。温诗月，他是谁？裴思年，你放手！你放开他！裴思年，你我已经和离，我与何人交往，与你没有分毫关系。裴思年，你找我究竟有何事？我想同你复婚。诗月，你作为一个商户女，终究是上不了台面。只要你肯随我回裴府，该有的体面我一定给你，再不会让你受到半点委屈。母亲和玉儿已经知错了，他们是真心想同你道歉的。更何况这7年的朝夕相伴，我早已离不开你了。诗月，我想我爱上你了，我心里有你。你哪里爱我了？你爱的不过是你自己。怎么离开我，你们的日子不舒心了？你们哪里是想复婚，哪里是知错？你们不过是觉得只有我伺候的最舒心罢了。偌大的裴府，竟连个管家都请不起吗？不是这样的。裴思年，你若当真觉得那7年对我不住，就休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不是想要嫁给傅清泽？你以为傅清泽是什么好人啊？他一介庶子，为夺傅家家主之位，不惜囚禁嫡母，陷害嫡庶。他对你也不过是别有所图罢了。那又如何？裴思年，当初若非遭人算计，我本来是要嫁给傅兴泽的。原来是他，原来当初与你婚约的是他。都利索些，将东西搬进去，小心点别碰坏了。婶子，这是怎么了？10月啊，有个大人将你隔壁屋子买下来了，眼下正往里搬东西呢，瞧着还是个富贵人家呢，也不知怎的搬到我们这犄角旮旯里。傅兴泽，怎么是你？那老板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10月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做了一些菜，要不要一起吃？10月，你总是熬夜刺绣，对眼睛不好，这是我特意选来的药露，每日敷眼1次便可缓解疲劳。10月，今夜月色正好，要不要一起饮酒赏月？10月，10月，10月。傅兴泽，不是说好安安分分的做邻居吗？你为何总是……傅兴泽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样好。温10月，你知道我对你这样好，那是张牙舞爪的小野猫为苦难磨平了利爪，但总有一日我会让它重新长出血肉。上天涯张望红丝凉，烽火平定却未曾幻想。烛摇百合残，对镜花眉添红妆。你就是温10月？你们是谁？哼，把他给我带走！家主，不好了，温姑娘被傅大公子的人掳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因何将我绑来此处？哼，你就是温10月啊，长得倒也有几分姿色，可惜啊，红颜薄命。我弟弟喜欢谁不好，偏偏喜欢你。
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说，在傅兴泽眼里，究竟是傅家的家业重要，还是你重要啊？傅长营，你给我放了他！兴泽，傅兴泽，你一个卑贱的庶子，也配同我抢夺家主之位？你将我折磨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可曾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抓住你的软肋？你不就是想要傅家的家主之位吗？放了他，我还给你。晚了，如今啊，我更想见你亲眼看着所爱之人凄惨死去的模样。石原小心！于某种完成，突击身，我便佛身外身，还收集不死，若窃一笑便回春。所幸刀口偏了半寸，家主的伤势并不大碍，温姑娘尽可安心。石原，你别哭了，你哭我心得碎了。都说我不好，嘴上说着要保护你，却连累你陷入无妄之灾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傅兴泽，我本以为老天薄我，长夜苦难加诸我身，会自怨自艾，却不想你也是刀剑天险过了7年。当年温家来前任与我退婚后，我本想着去找你，可傅家却不愿意为了我这个庶子同裴父对上。从那时起，我便明白尊卑有序，谁握了权势便谁说了算，这才谋划了7年。是你过得不好后，想着做你不合理，我亦有法子将你夺回来。后来得知你合理的消息，我兴奋了一夜，想着上天总算是眷顾了我一回。傅兴泽，我以后定要嫁一个我喜欢，他也喜欢我的夫君。如今我喜欢你了，那你可喜欢我呢？心悦之心，7年一不曾改。明月不安离恨苦，我这一生遇见他不算苦。